从我认识他2008年吧，差不多那时候认识他，到现在2025年，从来没有变过。Hello， 各位，感谢各位对于我们这个课程的支持。我们所有的名额都已经满了，那因为大家的踊跃支持，所以这次我们决定换一个更大更宽敞的地点。这个地点在哪里呢？就在中山站的9号，很久的9号码的号，请各位注意一下自己的信箱，因为我们会发一个通知书给各位，请各位查看一下。然后再来呢，到8月31号以前，我们的早鸟优惠价都还是在的。所以如果各位非常有信心想直接报名我们的收费课程的话，请现在报，因为这样可以现省2500块。针对很多想上课但是报不进我们试听课的同学们，没关系。如果你们对我们课程非常有信心，那你就直接报名我们的缴费课程，我们会留10个座位给这种对于我们特别有信心的观众朋友来听。以上报告，感谢各位支持，谢谢。还有 Welcome to Painterverse 视觉绘画以及画家的频道，我是杨力。嘉靖，今天聊什么？你觉得奈良美智怎么样？你说美智吗？是吧？我觉得第一个大家很好玩的一个事情，你知道奈良美智是男的吗？我知道，你知道对？因为各位观众，因为之前那个去绍恩办展的时候，奈良美智在遥远的日本送来遥远的祝福，说绍恩不错这样子。结果很多留言区就炸开说，靠，奈良美智竟然是男的。那我觉得因为美智这个名字啦，所以很多人会误以为奈良美智是女的。但我今天要跟大家强调，奈良美智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很重要，要说3遍。我先问嘉庆，你想要听他的优点还是缺点？那我先听优点好了。奈良美智的优点是什么？它的画面很干净，造型简洁，而且颜色搭配都还蛮舒适的。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这个画画的人有时候技巧控的人看不到，就是感动。他的作品其实是可以让人产生共情的。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看了一部片，叫《跟着奈良美智去旅行》。那个时候老师都说：“虽然课别上了，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师都怎么创作。”然后我们就看奈良美智啊，抽烟啊，画画。最后他那个见面会的时候，就有个小女孩举手起来分享她的感觉，什么 Daisuke 怎样怎样，好棒哦，这样我感到很开心，什么看到小女孩的纯真什么之类的。反正这个词是我设计对白啦。然后当奈良美智就放下麦克风，久久不能自拔的拿起来说：“只有你感受到我画面真正要传达那个东西。”各位别看，这是成功的哦，就这个真实的感动是成功的哦。就像我们画家3阶段，在第2阶段当中不是有3个点吗？表达性、全能性跟可能性。表达性其实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画的东西，你能不能让观众跟你共情，而且是共到你想要的那个情。从这一点来说，奈良美智做得不错，而且你要知道，奈良美智是一个经过美院风霜摧残过的一个人。他之前是在杜塞尔道夫，就全世界号称指材最高的那个学校出来的学生。那其实待过美院的人，会因为他受过很多规训、很多干扰、很多艺术问题的质问，导致于他其实没办法很清晰的知道自己要什么。可奈良美智在这方面，他其实可以做到，代表他很清晰的知道说，我现在要的是什么，我很鲜明的知道我的感受要给出什么东西。这个是他还值得鼓励的地方。那他的缺点是什么？好了，我首先讲为什么我刚刚讲他前面那个优点讲的那么的委婉，因为呢，其实要论到表达性这一块，对于一个饱经学院风霜的人可能是难的，可是对于小孩子，对于我们讲独角兽画家，就是所谓素人画家了，对于这种没有受过规训、没有被矫正、没有被规定说你一定要怎么画的人来讲，他们本来就有什么画什么，他们就算想说谎，他也说不了谎，他没有那个能力去说谎、去掩盖嘛。还有一件事情，这不只是绘画当中素人不素人的问题啦。你做什么平面设计师，你做室内设计师，你今天要弄广告，你今天要做很多视觉相关的，你都得搞懂表达性这一块啊，因为这是你吃饭的工具，你吃饭的老本行嘛。这个东西不单单只有画家需要注重，所以有这个东西不能够直接说明你是个好画家，你知道吗？它很重要，但它不能直接说明他是一个好画家。那我真正要讲的是接下来他其中2个方式。熟悉这个频道的观众朋友都知道，我一定会拿绘画学来讲它。那我拿绘画学讲它，第一个逃不开的一定是它全能性够不够。为什么全能性这么重要？各位，因为全能性它就是一个画家的武器库，它会让你在未来的武器研发上，就是你的风格研发上，你的工具可以很多，可以让你在制造风格的时候，更像是你的自主选择，而不是能力上限，我只能到这样的无奈。所以我们需要看它全能性这个东西够不够。那我就直接讲，其实对于我来说，美智的全能性对我来说只能到一般留学生的水准。那什么意思？因为我自己当过留学生嘛。其实留学生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你学东西，你的全能性仅止于在你当学生的时候红的东西，或者前10年红的东西。
这个是留学生的全能性的眼界的障碍。那看过草间那一期的你就知道嘛，你看毕卡索的全能性，你看马蒂斯的全能性，你看莫兰迪的全能性，他们都学了很多东西。这个学的跨度不是只学当下火的啊。如果毕卡索只学野兽派，那他就不会是毕卡索了嘛。他会学，他学什么希腊陶罐、希腊什么，他古今就拉开一个维度了。同时他还会学广度上的东西，他跨文明的学非洲，学中国。学谁？这才是我们讲的画家全能性。可是好，我们今天反观美制的留学生全能性，就跟弥生的留学生全能性其实差不多的。美制当时学的东西是什么嘞？无非学的就是当时最红的坏画，巴斯奎特的坏画。那甚至有一幅画，它就是从色彩到构图，很多元素都在学坏画。那他还学了什么？因为幸运的是，他当时是杜塞道夫的学生，了解当代的艺术发展的人都知道他有多重要。尤其你做摄影，你绝对会知道杜塞道夫，他的成才率号称是最高的。尤其他的老师那个名字讲出来都会让你觉得哇靠，就李希特都曾经在里面教过，你知道吗？他的导师是 A.R. 朋克，然后当时院长是吕贝尔茨，我忘了季夫到底有在里面教过，但是应该是跟这个美院有些关系。等于说当时所有从东德逃过来的，在西德发展，都在杜塞尔道夫这一个金融中心发展起来的。所以你看，他除了学坏话以外，他还学当时德国的新表现，就比如说他还学吕贝尔茨，他们老院长，他会学 A.R. 朋克，他的导师。所以等于我这样讲完，你就会知道说，他的全能性其实最后就落在他当时的那个时代之上，跟真正的像毕卡索他们那种真正的画家比起来是全然不够。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聊他的可能性。可能性是什么？各位观众可能不知道，可能性就是指一个画家他有没有研发到别人到不了或想象不到的那个东西上面。可能性在考验的是一个画家那个画的难想的程度。那讲白了，从我认识他2008年吧，差不多那时候认识他，到现在2025年，从来没有变过，真的从来没有变过。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下哈，他每天进画室就在决定他那个不袜状那个人脸有没有，那个人脸像那个蜡笔小新那个脸是有点不袜状这样子的人脸，他就在想朝左边朝右边，眼睛上吊还是看左边看右边，或直视前方，然后构图。我刚才讲是造型嘛，然后构图就是置中，或全身像，或半身像，手上有人拿东西或没拿东西，然后再来就是涂色法。他的涂色法最好玩，就跟我们室内装修师去选壁纸一样。其实你要哪种壁纸，是粗糙的、半粗糙的，还是很粗糙的？他的画的涂色法就是一是平涂，很平滑的；第二种就是半粗糙，有点斑驳的，举手也用过很多。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就是很粗糙的，就是涂色法涂得很露，不涂满的，就是3种。所以你看。造型、构图、涂色法、色彩，色彩就是一些协调的这种我们讲的无印良品配色，灰灰的，有点文青啊。就这几个元素来回来去在那边排列组合，这种事情可以给他从2008年一直干到2025年，你也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厉害，你知道吗？他完全没有创作欲了。所以你觉得我这样讲完，我对他评价会高吗？对于他这种人，拿绘画学来讲，都属于杀鸡用屠龙刀了啦。那所以他的作品对你来说是什么？是一种画吗？还是什么？我跟你讲4个字，你马上就有共鸣了。原味内裤。原味内裤指的是什么？我们在前几期草间的时候就讲了，就是这个画不难画出来，也不难想出来。如果今天这张画是超写实，我做不到，他做得到，这还不算原味内裤因为我做不到，他做得到嘛。我买一个我做不到的东西很合理嘛，对不对？而原味内裤就是做了一个东西，是它也不难想，也不难做。但是他塑造了一堆情怀，一堆感受，一堆共鸣，然后让你去买这种东西，我们称之为原味内裤。你买情怀、买气味就对了啦。那你说，作为原味内裤，真的有这么大的原罪吗？其实各位观众，我要跟你讲，在艺术界卖原味内裤是很正常的。你看我讲几个例子你就懂。杰夫昆斯的气球狗，安迪沃荷的绢印，嘉欣你想想看，这几个东西都天价吧？可是你是买它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是艺术家做的，它很难做也很难想出来吗？其实不是啊，我买的就是哇资本塑造的波普，哇当时美国那种苏活区的这种时代氛围，我买的就是那种周边产品，就包括前几期讲川普的帽子啦，它不也是一种原味内裤吗？就是这个里面这个帽子很难做吗？很难印吗？这个标语甚至很白痴，谁都想得到。甚至我不耻用这个标题，因为它太好想到了，我都会让人脸红的那种。但我们就是要，我们就是爱，我们就是肉麻，我们就是喜欢，所以我去买。这样子卖原味内裤，在艺术界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当你今天又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研发、感动人心的画家，这个叫我画家杨，你怎么忍啊？就洪金宝那一句话有没有？为了生活我能忍。
那是为了中国功夫，我不能忍，然后上去就被打死了。对，我今天就洪金宝这个角色，我就不能忍啊！这个东西你告诉我说，如果有一天美智说，我就是个波普艺术家，我就是爱挪用符号。我就是喜欢挪用别的东西，我就是大量在那边印，你不要管我，我一句话都不会说，我真的会把他当川普来看，觉得他很棒，是很厉害的艺术家。但是你今天要把自己弄成一个画家，然后好像每天都在做画家该干的事情，那就多了嘛。那你刚刚讲到挪用，他是挪用了什么？讲到挪用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他的画风不难想。如果今天是手冢治虫，他真的把他塑造很久的角色搬到画布上，跟你讲，不要说别人，我都愿意买，因为那个角色是精心设计，里面的造型语言是透过独特的安排。其实乃至于前阵子有来一个德克斯特，以前做 Cartoon Network 卡通的一个人物设计师，他就讲说他这个人物设计里面的很多美美嘎嘎，其实非常厉害，非常精巧。我觉得如果美智是这种人，那我觉得很不错，而且甚至是我觉得跟画家是有关的。那我们今天谈到挪用，为什么说他那种是种波普性的挪用？他的确啦，他是没有像这些波普的安提沃荷那样直接把玛丽莲梦露直接把毛泽东印下来，但是说他用那个东西本身也不稀奇。各位闭着眼睛想想看，像我们这一家蜡笔小新还有樱桃小丸子，是不是他们里面所使用的人物那种不袜脸就常出现？对啊，其实他这个就是个不袜脸嘛。那你真的要说他模仿的樱桃小丸子吗？模仿谁也没有。其实我倒宁可说你就直接挪用，就像那个村上隆做那个哆啦 A 梦那个衣服一样，我觉得很大方很好，这才叫波普嘛。但他又不要，他用了一种很小量的智慧，把这个头发换掉，把什么东西换一下，然后仿佛变成自己了。但我觉得那个在原创度上很低，所以我称之为是挪用。那他挪用那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所看到那几部动画里面惯常出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他是波普，但他自己不承认，这是我觉得我最无法接受的地方。那他为什么卖这么贵啊？我记得我前不久的时候去拍照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拍照的那一间，他拍很多拍卖公司的画，他就有告诉我，每次有一张拍到1.几亿港币，就是合台币7.6亿还是怎么样，一个很夸张的天文数字。我刚刚前面讲完了，他的画又不难想，也不难被画出来。那通常我们买一张画，它厉害的点就在于我前面讲的这些东西，但它都没有，所以它只剩最后一个什么感动。但是嘉欣，你觉得这个感动真的足以支撑一个这么高的价格吗？就比如说，我今天把飞天小女警的泡泡毛毛那个比较男性化的角色放在上面，绿色的那一只，大家看着你这样，你愿意付我1.多亿买这个东西吗？还是想靠别人挖拎别人回家自己画就好了？我自己画就好了。对，你自己画就好了嘛。对，我承认美智的画有感动，可这感动在生活的大街小巷里面到处都是啊。你去夜市都会印着什么德克斯特什么泡泡玛特，对吧？这个我们也看得到啊。就这种东西它是有的啊。这种感动也不会说，当然有的很难买，但是不会难买到1.多亿吧？不会是这个东西吧？所以他今天会有这个价格的本身背后，其实你说1000到1万，那就是一个很盲目的市场行为啊。你说真的是感动能支撑到吗？我完全不相信。如果有人告诉我是因为感动，他觉得这个价格是合理的，那我只能怀疑他的感动是否真的这么纯真。因为他的感动不难被满足啊，生活上到处都是啊。那你在那边这样子看是高兴个屁啊！就是我觉得他的感动，而且我甚至觉得潮艺术的确是把很多人对于艺术的恐惧给消除掉，因为然后就看这什么东西我看不懂，而潮艺术的确给了你一个这么样的直接的东西。感觉我看得懂，我觉得很多人也为此高兴，就觉得我看得懂东西也可以卖得很贵，你懂吗？它其实有一种资产阶级的，就是说，你看吧，你高级的东西卖得贵，但我们这个东西也不差。可是我们不禁要想，我们看得懂的东西都能卖得很贵，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很常频繁的发生？如果它不是，其背后必有一些很奇怪的原因，甚至是非理性的原因。那这个最后总结出来就是这个时代就是美智的画。然后放在那边，然后因为大家看得懂，所以卖得很贵，这样的一种东西，这是我能想到的最科学的解释办法。要不然没有任何理由他的画可以卖到很贵。可是我跟你讲，在艺术界、艺术世界里面，这种事情发生的比比皆是。所谓这种潮流所能经营起来的东西，就像是荷兰郁金香一样，它其实没有真正的垫底，就是大家的盲目行为。
那当然啦，这也得益于不管是草间也好，不管是奈良也好的印画的那个能力嘛，因为他们那个画真的是很好发行嘛，你懂我意思吗？而且做成版画、做成 Uniqlo 的衣服跟买原作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除非你在意说它那个原作的那个斑驳程度而已。所以其实你到最后就会知道，那就是一个盲目行为。那这个盲目行为，它可能会持续10年或几十年，但是过不久之后，它肯定会不见。但它真正最大的危害是让很多真正努力在研发自己风格的人显得一点价值都没有。它会让很多真正努力的人会发现，你真正努力做事情，其实并不会真正得到一个掌声。甚至我当时很多艺大的同学，很明确、很聪明的知道，我就是要赚钱，我就是要画成这样子的东西。当然，他们本来就不会是要成为大师的料，但是可以说，他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去打脸那些还在认真研究的同学。你看我的活多好，你看你的画不能卖。对，我觉得这是潮艺术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摧残。我觉得这个影响非常的可怕。我这样有解答你说关于美智的问题吗？有。OK， 这里是 Panaverse 一个人绘画以及画家频道，有什么问题在下面留言，然后我们还会再择一，因为这一期就是之前草间下面的那个留言嘛，就是为什么讲到草间不讲到美智呢？那我们今天就带给你一期美智的纯实力分析。OK， 那这里是 Panaverse 一个人绘画以及画家频道，我是杨丽，我们下次见喽，拜拜。